养生侃侃而谈，健康如约而至。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子。很多朋友早上起来会感觉自己嘴里又干又苦，还有很大的异味，那刷牙之后呀也不能够缓解，这时就要警惕3种疾病了。第一种，肠胃疾病。现在有胃病的人越来越多了，当胃部受损时，就会影响食物的消化和吸收，这时就可能会出现口干、口苦、口臭的状况，所以要多养肠胃才行。木子建议大家可以用食疗的方法，给大家推荐丁香叶。丁香叶营养价值高，含有丁香油和丁香酚成分，可以保护胃黏膜，预防胃部疾病。第二种，内火旺。如果体内火气太重，也会有早上起床口干、口苦、口臭的情况，这时就要多注意饮食，避免熬夜，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，这样身体才能够更健康哦。第3种，肝脏疾病。大家应该都听过肝胆相照，如果肝脏受损，那么就会影响胆汁分泌，这时也会有口干、口苦、口臭的情况，最好别忽视了。所以大家出现这种情况时，要弄清楚是什么引起的，这样才能够做相应的调理，避免身体受到伤害。是比较关键的一个时期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也是寿命的决定期，应该多注意保养身体。那长寿还是短命，可以看一下2个地方，若这2个地方还比较红润，可能会与长寿有缘。第一个地方，手脚心红润。如果身体健康，那么手心和脚心应该是粉红色、有光泽的，这也说明体内血液循环比较好，气血充足。但如果手脚心发白，而且手脚冰凉的话，就可能是气血不足、血液循环差的表现。若不注意调养，对身体健康不利。但如果50岁后你手脚心还很红润、很温暖，这样有利于长寿。第2个地方，面色红润。正常情况下，我们的面色都应该是红润有光泽的，这说明气血充足，也是肝脏健康的表现。但如果脸色蜡黄、没有精神，那么就可能是气血不足引起的。如果面色发黄，就要小心是肝脏出现了问题，不利于人长寿。所以50岁后，如果面色还非常红润的话，说明身体还算健康。那上面的这2个特征，如果你都有的话，那就恭喜了。不过想要长寿，平时还应该注意饮食和心态调节，也可以呢多进行运动，这样对身体健康有帮助。人过了60岁，基本就进入了老年阶段了，这时身体机能逐渐衰退，所以60岁以后呢，也是危险年龄期。如果想要身体健康，生活中要改掉2个习惯，改掉熬夜的坏习惯。当我们年轻的时候，如果熬夜休息一下，也许还能够缓过来。但如果60岁以后长期熬夜，睡眠不足，会导致身体抵抗力和免疫力下降，这时很多疾病也会找上门，而且对心血管健康也不利。改掉久坐不动的习惯。很多年过60的老年人平时不爱运动，就喜欢待在家里看电视、下棋等。如果经常这样久坐不动，会给身体健康带来很大影响，对血管健康不利，也会影响寿命。除了要改掉上面这2个坏习惯外，平时呢还要坚持做好2件事。第一个，坚持喝水。如果每天能够坚持多喝水，这样可以帮助稀释血液，促进血液循环，对血管健康也很有帮助。尤其呢是早上起床喝1杯水，可以预防血管堵塞，对身体健康有利。第2个，每天坚持运动。60岁以后应该每天坚持运动半小时，因为运动可以帮助促进血液循环和提高新陈代谢，对身体排毒有很大帮助，同时还能够提高身体的免疫力，能够预防疾病的发生，对延长寿命有很大帮助。所以60岁以后的老年朋友，若能够坚持做好上面这4件事，身体也会更健康，让你少生病，更长寿。前2天我妈给我发微信说让我给她买个染发剂，还把链接发给我了。一说到这儿我就想到那些有白头发的，总花钱去买各种各样花里胡哨的护发呀、洗发膏染发膏护发液啥的。是，这些都有效果，但是也伤身你说是不？还不如跟我学一招呢。像我似的，先将手搓热，然后呢用中指、食指在头皮上画小圈儿，这样按揉头皮。早晚呢按摩5分钟，这样按头能够加速毛囊局部的血液循环，有滋养护发、减少白发产生的作用。
墨子，你就喝那么点儿，多喝点儿多好啊！哎呀，这白开水也没啥味道呀，不好喝。哎，如果你也觉得呀白开水平淡无味，不妨在水里呢加一些蜂蜜，对身体呢可是有很大帮助的哦。那有哪些帮助呢？蜂蜜里含有丰富的葡萄糖、维生素以及钙、镁、磷等物质，可以帮助调节神经系统。那睡觉前喝点蜂蜜水，可以帮助促进睡眠哦。蜂蜜中含有的葡萄糖和果糖呢是很容易被人体吸收的。喝水时适当的加一些蜂蜜，能够帮助呵护眼睛健康。那很多女性来月经时会出现痛经，这时喝点蜂蜜水，再适当的加一些牛奶，可以帮助缓和神经，缓解身体疼痛。有人会被白头发所困扰，那中医认为肾者气化在发，有些人长白头发和肾气不足有很大关系。那经常熬夜，压力太大，这样也会损耗肾气，使人出现白头发。所以想要延缓白发生长，首先要补足肾气。下面教大家一个小方法，这个方法呢就是踮脚敲打肾腧穴。肾腧穴在第二腰椎棘突旁开1.5寸，大约2横指的地方。第二腰椎就是与肚脐眼平齐处。找到肾腧穴之后，将双手握成空拳，然后敲打此处。敲打的同时，双脚要踮起脚尖，每次敲打5分钟左右，直到背部发热为止。敲打肾腧穴有很好的补足肾气、温补肾阳的作用。坚持敲打，肾气足了，白头发自然也就不会出现了。除了上面这个小方法外，肾气不足的朋友平时呢还可以多吃一些黑色食物，比如黑芝麻、黑豆等等，对补肾防白发都有很好。这2天我在那玩手机，我妈走过来，看见呢我头上长了几根白头发，就摸了摸我脑袋说：“这玩手机挺费脑子吧？这么年轻就长白头发了？”哎，像我们熬夜、压力大，经常染发烫发都可能呢会出现白头发的。哎，今天木子要给大家说的呢，就是3类滋养护发的食物。1、含铜多的食物，比如坚果类、虾类等。铜呢可以帮助造血，也是生成头发色素所必需的微量元素。如果缺铜，容易呢加快头发变白，所以多吃这类食物有助减少白发。2、养血补肝的食物，比如何首乌、桑葚等。那经常吃这类食物能够帮助补充气血，这样毛发得到血液的滋养，才能够减少白发的生长。3、富含维生素的食物，比如水果、蔬菜、粗粮。如果身体摄取了足够的维生素，这样头发也会得到足够的营养，有助滋养护发哦。墨子练啥呢？站桩练那玩意儿有啥用啊？哎呀，用处可大了。那你得教教我呗。好嘞，下面就跟木子来学习一下吧。2脚分开，与肩同宽，双腿微微弯曲，膝盖最好不要超过脚尖，2个手臂在胸前环抱，手掌心朝里，手指相对，目视前方，全身放松。一般呢站10分钟左右就行。这个动作对疏通经络、调和气血、锻炼关节有很好的效果哦，很适合年纪大的人练习哦。不过饭前饭后1小时是不宜练习的。不知道你们感觉口干口苦，可能是身体出现3个问题，别忽视。第1个，肠胃问题。如果半夜醒来感觉到口干口苦的情况，大家就要小心，可能是胃炎引起的，最好呢到医院检查。平时要好好的保护自己的肠胃。第2个，肝脏问题。凌晨1点到3点是肝脏的排毒时间，如果这时突然醒来，而且感觉到口干口苦，那么就要小心，很可能是肝脏调节出现问题了，这时需要及时的保养肝脏了。第3个，胆囊问题。相信大家都听说过肝胆相照，如果肝脏不好，那么胆囊也可能会出现问题。如果胆囊不能够顺利的将代谢物质排出体外，那么也很可能会出现口干口苦的这种情况，所以大家平时要多注意，及时的清泻肝胆之火。
所以大家如果半夜睡醒后出现口干、口苦的情况，就要小心上面的这些原因。希望大家能够多重视，进行改善，这样才能够帮助缓解身体不适，有助健康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。我们下期再见吧。